印度突然宣布与境内最大叛军和解，为何说是为搅局缅甸？印度突然宣布与其境内的曼尼普尔联合民族解放阵线和解，这背后有何意义？是为了布局缅甸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1. 印度简介。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的东北部是我国以及尼泊尔和不丹，东北是缅甸和孟加拉国，东南隔保克海峡与斯里兰卡相望，西北部是巴基斯坦。印度三面环海，南部是印度洋，东部是孟加拉湾，西部是阿拉伯海。除去存在争议的领土，印度的国土面积大约为298万平方公里。印度目前的人口已经超过14亿，庞大的人口规模为印度带来廉价的劳动力，且因殖民原因，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这就使得印度与西方之间天然存在较为亲近的关系。西方国家可以向印度进行产业转移，设立工厂，促进了印度的发展。印度的主要工业有纺织、机械、汽车、化工、制药等。印度的信息科技也十分发达。根据全球创新指数的数据，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出口国就是印度。印度大部分国土是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印度南部受海洋影响明显，冬季在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下，冷空气无法南下。而且印度拥有153.5万平方公里的耕地面积，是我国的3倍，因此农业具备优良的发展条件。2022年的农产品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2022年，印度的经济总量为3.47万亿美元，增长了22.31%，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作为后起之秀，印度发展相当迅速，但是印度本身短板也很明显，数亿人处于贫困中，种姓制度和宗教束缚印度的发展空间。2. 印度与叛军和解。11月29号，曼尼普尔邦宣布，该邦激进组织曼尼普尔联合民族解放阵线与曼尼普尔邦政府和印度内政部达成和解，签署和平协议。印度方面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对推动曼尼普尔邦和东北地区的和平进程有重要意义。同时，印度还放出数据称，该国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减少。2002年，该地区的分离主义时间较2014年减少76%，安全部队伤亡人数下降76%，平民伤亡人数下降97%。印度东北6邦民族成分复杂，一直存在很强的分离主义，社会极不稳定。今年5月，曼尼普尔邦在集会时爆发大规模冲突，当地政府派出了55支军队和步枪队，甚至还下达了极端情况之下可以直接开枪的命令。曼尼普尔邦由阿萨姆邦分离出来，它的东部与缅甸接壤，周边是阿萨姆邦、米佐拉姆邦和纳加兰邦。该邦的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人口285万。历史上的曼尼普尔邦并不属于印度，是英国强行并入的。印度独立时，曼尼普尔邦也成立了独立王国，但是后来在未经本国公投和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被并入印度，因此该邦独立倾向十分严重。该邦民族主义和反政府武装组织活动频繁，是印度最混乱的地区之一。根据印度的数据，在1992年到2013年期间，曼尼普尔邦因为叛乱和暴力活动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5895人。另外，作为印度和缅甸之间的陆上通道，曼尼普尔邦也是两国之间毒品交易枢纽。靠着毒品交易，曼尼普尔邦比印度东北部的其他地区富裕，但是这里没有发展经济的稳定条件，仍然以农业为主，主要的工业产品是手工制品。当地主要的武装有3支，即联合民族解放阵线、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纳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与政府和解的联合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1964年，是曼尼普尔邦最早成立的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曼尼普尔人的独立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成员大约4500人。这次和解为印度牵制东北部其他武装起到了很好的机会。印度东北6邦和缅甸之间有数十个跨境民族，且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武装，关系错综复杂，多跨境活动。曼尼普尔联合民族解放阵线可以成为印度政府牵制他们的一环，对东北地区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3. 印度此举是意在缅甸。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相邻，这里堪称另一个缅北。印度在缅甸有特殊的利益，这份利益在于印缅在打击两国流窜民地武方面是合作关系。
那家族、善族、克钦族等族的民地伍经常在两国边境和政府军打游击，是导致印缅边境不稳定的一大因素。所以两国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自缅甸军政府政变以来，缅甸受到了不少制裁。但是印度公开表示对代政府的支持，并已经向缅军援助了5100万美元的武器。此外，缅甸的地理位置对于印度而言十分特殊，印度一直想遏制我国。如果缅甸倒向中国，那么印度无疑非常被动。因此，印度对缅甸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和布置。印度提出了东进战略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战略，这两个战略旨在将缅甸作为支点，将印度影响力扩大至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其他地区。通过与孟加拉国、缅甸的合作，建设环孟加拉湾的经贸走廊，同时切断我国主导的中缅走廊和泛亚铁路。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我国与缅甸合作开发皎漂港，希望打通直通印度洋的通道，而印度与缅甸合作建设石对港。石对港位于缅甸若开邦，是印度本土、东北六邦、孟加拉国和缅甸之间的重要通道。可以说，缅甸是印度挺进东南亚，同时切断我方进入印度洋、压缩我经济地缘空间的重要节点。因此，稳定东北局势恐怕是印度为干涉缅甸局势所做的准备。